执行长，然后还有现场的各位与会嘉宾，大家早安。我是这个富邦金控还有台北富邦银行的副总经理。那在金控还有银行两边，我做的工作都是反洗钱，然后反诈欺。那所以今天这个 ESG 的论坛，我希望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从银行的角度怎么把这个 ESG 里面的 S， 就是社会责任，怎么样做得更好。那我就拿银行的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做分享。那这个是我们银行的这个鹰眼防诈专案。然后大家应该都很有感受，这个可能我不用再一直重复。其实从2019年到2023年，将近4、5年的期间，其实台湾的警示账户一直成长到现在已经将近10万户，就一整年的时间将近10万户。那如果大家呢看这个损失的话，财损其实已经上升超过40亿，那不过这是官方版所说的财损。如果大家看一下，像行政院发布的国家风险评估报告、洗钱风险评估报告的话，那我们一年的这个电信诈欺损失大概是600亿左右。那可是，如果大家再把视野再拉高一点点，看我们这个全球 GASA， 就是全球的防治诈骗组织，它发布的报告，据它所说呢，台湾一年的这个电信诈欺财损其实是将近2000亿台币。我不知道2000亿台币对大家的感受怎么样？其实我们台湾啊，那么多家金控一整年赚起来，所有金控合起来赚的钱，一整年也没有到2000亿台币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你现在在做这个诈骗集团，它的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。我那天一个朋友跟我讲说，他回学校看老师，看那个校长，结果他校长说，最近这个世风已经日下。他说他有一个学生前一阵子回来看他。然后开着跑车到门口，然后手上拿了好多水果，就来跟校长拜会。他说：“校长很谢谢你的这个教导。”那校长就说：“同学啊，那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现在过得非常好，这个经济非常富足。校长有需要都跟我讲一声。”那他说：“那同学你现在在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校长，我现在就在做诈骗集团，所以所有的这个学校有需要我都可以帮得上忙。”所以这个是真实的故事，可是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这个社会整个大转变。他回去不是跟校长说他在做哪个行业，勤奋认真的做，他在讲的是他在做一个投机事业，而他做的、他赚的，都比你勤勤恳恳在做更多。所以其实这个是洗钱防治他真正关心的议题，就是钱的流动其实它有生命，也带给这个社会不一样的意义。但是大部分的人看到钱的时候，1块钱就是1块钱。如果你真的对洗钱防治了解，对防治诈骗了解，你看到1块钱，其实它背后是一条命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在防诈上面看到的。那所以呢，如果大家看一下这张图，我要请大家先把眼光看到中间的灰色的3个点。我们现在呢，全台湾或是全世界的这个电信诈骗那么严重，所有的被害人他几乎都是透过金融机构的管道，不管是网行银啊、ATM 啊，或者是临柜，他就把钱转到这个银行去。那这个诈骗集团呢，做一模一样的事，他也用这个金融机构的管道，就网行银、临柜，然后这个还有这个 ATM， 他把钱全部都领出来。那从来没有人问银行在这中间，你把左手转到右手，造成了社会这么大的问题，你做什么事情？所以我记得是在2021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就收到好多前端的分行一直打电话来，他说这个副总，你们的部门可不可以想一想？因为现在好多的客人哦，他的钱被骗。他说：“这个银行可不可以把他拦下来？或者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车手出现，我们可不可以去拦他？当我们找警察的时候，警察说他们案子太多，他不再受案。我们银行到底可以怎么做？所以那时候呢，我们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金融机构以前它的风险大部分都是信用风险。”就是说，如果有倒债啦，如果会有债信受影响，那我们都发展了好多的模型。那所以我们就在想，有没有可能我们也把 AI 同事带进来，
让一个新的模型出现，让这个模型可以帮我们比较早看到诈骗的发生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模型呢，就跟刑事局合作，然后我们收集了好多的太阳，让我们的 AI 同事从太阳里面去帮我们把每一天的交易都做标注。那我们这个模型出来以后，它就运用在我们左边前端，我们去上了2道锁，事前跟事后。左边的那一道锁呢，就是被害人他的钱进来，或者是加害者的账户被使用。当我们的 AI 同事举手说这个账户有问题，那我们就会直接把账户做冻结，让他的那个被害的钱不会再流出，因为银行一旦流出就没有找回的机会。另外，我们也把这道锁往后面上，如果有车手在 ATM 提款，而他提的这个账号是有问题的，我们的这个鹰眼同事就 AI 同事，他会自动跟警方的报案系统举手，不经过我们的人。那警方我们的实测也在3分钟会赶到做这个车手的关怀，或者说立刻去逮捕这个车手。所以这是这整个模型我们一开始很简单的想法。那但是这个模型它的运用，主要它把这个 AI 科技带进来的好处是，以往我们观察客户只看很单点的，这个客户的账户有在用吗？客户的这个账户有没有这个大额的资金转入？但是我们现在把它累积更多的资讯，把相关的这个客户在不同的这个行动上面的这个资讯都一起加入，让这个 AI 同事去做观察，所以它才有办法很精准。那我们运用大概有1年左右的时间，就发现它带来了很大的好处。第一个是我们的 AI 同事在1年的时间，它其实自动拦掉了1000多个的账户，也就是1000多个的被害人，或者是不止1000多个的，全部都被保留下来了。那第二个 AI 同事就不经过我们真人的哦，所以也没有什么诈骗集团会行贿给行员的问题，他就全部把它拦下来，高达2500多万。那最后一个是我们发现精准度，以往我们把这个诈骗的这些资料让行员去看，每个行员其实晚上都还要加班看1个月大概是6万多件的案子。那但是精准度很低，大概行员这样看，因为说真的也累了，然后看那么大的案件，其实精准度都只有3%不到。但是我们这个做了这个 AI 同事以后，它的表现让我们非常惊讶，高达到623倍的精准度。那大家可以看这个投影片的下方呢，我们大概上了这个1年多的时间，其实整体的北富银的警示账户的比例降减了大概40%，跟全台湾的平均是成长40%，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那这个东西AI 同事这么好用，所以2022年呢，我们把它上在我们自己的管道以后，2023年我们就收到13家金融机构，他就对这个很有兴趣，他们就来跟我们问有没有可能分享。所以北富银也是在那个时候决定把这个案子全部都分享出去，无偿的把这个模型分享出去。到了2023年的下半年，另外台湾的20家金融机构也表示他希望有这个 AI 同事到他们银行去分享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全台湾的银行已经全部都上载了这个鹰眼模型。那我想这是对社会，在金融机构在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表达，就是在 ESG 上面，金融机构愿意再做更多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个分享它不会只有私部门之间的，公司部门的合作也很重要，因为公司部门现在的这个时代 ，AI 科技这么好。真正的资源在私部门，真正的资讯在公部门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合作的话，是大家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大数据用得更好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合作，公部门的合作、私部门的合作，甚至是学界的，我们也把学界引进来，让所有金融机构有运用学界资源的，可以提早让这个学生接触金融机构，然后在他毕业的时候就让他到金融机构工作，把这个整个计划弄成一个正向的循环，产官学的循环。那最后的这一页呢，是这个案子从上线以后，它其实在1年内就获得了11个国内外的奖项的肯定。那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呢，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杂志的采访，但我自己最开心的是有一天我们收到了这个信件，他是一个报纸的读者，那他写这封信给我们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我觉得对我也很有启发性。我把他的信件念一下，他说：一个人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什么，而是他可以为旁人付出什么，也不在他拥有哪些的优势、才华、能力，
而是在于他可以运用哪些优势、才华、能力，为别人贡献什么，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更美好。所以他说：“尊敬的刑事局长富邦金控，感谢你召集31家的金融机构举办鹰眼4大联盟，继续加油，有您真好。”报纸读者。为什么我这个信它很简单？我看到我猜他可能是一个老人家，他自己做了一个信封，上面贴了这个报纸，然后里面就是这一封信。那我看了很有感触的原因是，其实以前我刚接触 ESG 的议题，我一直抓不到这个精神。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情可能跟社会责任有关，但我抓不到这个精神。那是有一天我听一个 podcast， 他就在讲。他说：“什么叫 ESG 呢？作为一个企业，你当然就是获利嘛，获利就跟你的呼吸一样，你不获利有什么好讲 ESG 的？”那他说：“可是 ESG 的意思是，人不会一出生就只有呼吸，只剩下获利，而是你有没有呼吸以外，在做什么事情对这个社会有一点点影响。”那所以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那个 G7 的央行前总裁他写的价值的选择。他在那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作为金融机构的我们，一直都对价格非常敏感，那殊不知我们竟然对于价值一无所知。”那我想在他的那个书上读到这一句话，一直到我收到这一封信，他确确实实的把价值的内涵跟我们做的事情写了出来。那我觉得它是一个 ESG 里面很好的体现希望各位喜欢，然后也希望他能够代表金融机构，在今天的这个场合，这34家的金融机构给这个社会的一点点祝福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掌声谢谢台北富邦银行蔡佩玲副总经理非常精彩的分享哦。